走进现实生活，讲述离奇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陈，欢迎观看陈峰故事。小英啊，你真是有福气，顿顿不离婚的，还有男人伺候你，这样的老公上哪找？家住江苏省某县乡镇的李英，出门倒垃圾遇到了隔壁家的大婶，没想到大婶一开口就让李英喜笑颜开。她情不自禁地回头看了一眼坐在阳光下给自己剥虾弄鱼的丈夫，顿时感到非常幸福。李英和其他人家不同，在她家里一向都是老公杨顺才做饭给妻子吃。李英从结婚以来就从来没有动手做过饭。不仅如此，婚后杨顺才还靠着烧锅炉的手艺赚钱养家。李英本想一起出去工作，赚点零钱补贴家用，可杨顺才却义正言辞地说道：“你出去干嘛？这么老实一个人，笨嘴笨舌的，给人欺负了都不知道。”听着丈夫表面损自己，实则关心自己的话语，李英内心甜蜜不已。从此之后，她也放弃了出去打工的想法，只想着在家把孩子带好。可以说，无论是李英还是街坊邻居，都对杨顺才非常满意。人们都说他是8辈子都找不到的好丈夫、好父亲。可杨顺才身上也有一些让李英感觉古怪的地方。就拿给孩子取名这件事来说，正常情况下，孩子都是跟父亲姓。李英的大女儿出生后，夫妻俩给孩子起名叫丽娟。可杨顺才说什么都要让女儿跟妻子姓李，还是在李英的一再坚持下，才给女儿取名杨丽娟。无独有偶，到了小儿子出生取名字的时候，杨顺才依旧想让小儿子姓李，叫李国庆。李英还是一再坚持，不肯松口，丈夫这才作罢，同意让儿子跟自己姓。当时的李英还纳闷，为什么丈夫一定要孩子和她姓？直到后来一次意外让她发现了丈夫的真实身份，这才恍然大悟。1998年，李英进入了一家羽绒服厂打工，当时的她还是一个20岁不到的小姑娘。一次意外认识了工友杨顺才，两人年纪相差了11岁，但却很合得来。李英的父母在工厂附近摆摊卖水果，她一有时间就会去帮父母看摊子。某天下午，李英闲来无聊帮父母看摊子的时候，偶然发现隔壁卖杂货的摊位竟然是杨顺才父母开的，而且杨顺才刚好也在帮忙看摊子。这一发现让两人都惊喜不已。通过这一契机，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好，一来二去，干脆谈起了恋爱。虽然杨顺才比李英大11岁，彼时的他已经是一个31岁的中年人，可李英不嫌弃他的年龄，还是毅然决然地嫁给了他。当时李英的父母对于这段感情并不是特别看好，毕竟李英长相漂亮，身材也好，而且年轻貌美，身边根本不缺男人追求。反观杨顺才，家境一般，30来岁也没有什么大的成就，平日里工资也不算特别高。李英父母对此并不同意，也多次劝说李英和对方分手，说两人不合适。可是不管父母如何说，李英都坚持要嫁给杨顺才，还说父母根本就不懂对方，一切不过是他人的偏见。李英一直在维护杨顺才，说对方虽然条件是差点，可是对他很好，为人也上进，将来一定会大有出息。李家父母从小就疼李英，对于李英的很多要求是言听计从，同时也很清楚李英的倔脾气。看到李英如今的样子，李家父母就知道他是认定了杨顺才，谁也劝不住，最终还是同意两人的婚事。当时杨顺才也跟他们保证，一定会对李英非常好，让他们放心。李家父母
也是点点头，但是没什么特别的表情，还以为那只是一些场面话。夫妻俩结婚后，一直住在李英的家中。杨顺才对妻子特别好，就连岳父岳母看到都忍不住竖起大拇指。李英之前在家里的时候就是大小姐，父母宠爱，自己也是十指不沾阳春水。父母原以为结婚后李英会有所改变，但是没想到杨顺才依然将她当成小公主。李英在家里几乎什么家务都不用做。杨顺才虽然平时要上班，可是午休时候也会赶回家里给她做饭，家务也是打理得井井有条。李英对这一切都非常满意，也觉得自己嫁了一个好丈夫。杨顺才也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。随着2个孩子的出生，夫妻俩的感情越来越好。可在某一天，杨顺才却一反常态地对李英动起了手。也正是这件事，彻底改变了夫妻俩的生活，也让李英意外得知了丈夫的真实身份。那是4月份的某天，李英在逛街时看到了不少想买的东西，一时取舍不定，干脆全都买回家。没想到回家后被丈夫看到，忍不住说了李英几句，说她乱花钱。结果夫妻俩就因为这件事吵了起来。李英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。一直以来，杨顺才对于自己都非常好，也会将赚来的钱大部分都交给他。虽然他也承认这些东西是有些贵，可是家里也不是承受不起。李英觉得杨顺才小题大做，杨顺才心里也不服气。杨顺才愿意宠爱李英，可是在生完2个孩子之后，他就时常感觉到力不从心。李英一直没有工作，而且花钱还有些大手大脚，他之前就有些不满，但是最后还是忍耐了下来，觉得李英还小，自己作为丈夫应该包容对方。可是没想到生完孩子之后，李英还是这样，而且很多时候对于孩子也缺少关心，只顾着自己。他一边还要照顾孩子，心里自然烦躁。看到李英依然大手大脚，心里的怒气一下子就上来了。毕竟是个男人，一时怒上心头，动手打了李英一巴掌。李英捂着还有掌印的脸，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丈夫。她怎么也没想到丈夫竟然会动手打自己，她完全无法接受这一切。一气之下，李英跑出家门，内心委屈的她竟然想到了去派出所报警，结果自然不言而喻。家暴本就属于家事，除非闹得很大，或者构成犯罪，否则警方不会轻易介入。走出派出所的李英冷静了下来，她知道这件事自己也有问题，于是想着回家和丈夫解释清楚。可等她回到家中时，丈夫却不见了踪影。李英并没有放在心上，或许丈夫此时怒气还没消，等丈夫消了气，自然会回家。可这一等就是一整天，直到第2天下午，杨顺才也没有回家，迟迟见不到丈夫。李英开始着急起来，她先是给母亲打了个电话，结果母亲反问她是不是和杨顺才吵架，把杨顺才气走了。原来在2人发生争执后，杨顺才曾给岳母打了个电话，埋怨李英乱花钱。可李英坚信，一向大度的丈夫不可能因为这种事离家出走，丢下她和孩子不管。为了找到丈夫，李英当即跑出家门，准备去丈夫所在的单位询问一番。然而当她刚走出门，就看到附近的邻居用一种极其古怪的眼神看着她，这让李英浑身不舒服。她连忙询问邻居发生什么事了，可无论她怎么问，邻居们始终不肯说出实情。平时和李英关系不错的大婶实在看不下去了，
转头回家，拿了一张报纸塞在李英的手上。李英顿感疑惑不解，大神给自己报纸干嘛？可他还来不及开口询问，打开报纸一看，顿时面色铁青，愣在了原地，脸上浮现散发出难以置信的神情。这不可能，我老公怎么会是？报纸上刊登的是一则抓获逃犯的新闻，警方声称已经抓获了16年前在四川杀人后逃亡的嫌疑犯，而这个嫌疑犯和李英的丈夫杨顺才长得一模一样，区别在于嫌疑犯不叫杨顺才，而是叫高大明。李英有些难以置信，自己和丈夫生活了这么久，却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。内心崩溃的李英拿着报纸来到派出所，在这里她见到了丈夫，也得知了真相。原来杨顺才原名高大明，而他的确就是那个杀人犯。可他为什么要杀人？又是如何隐姓埋名16年不被发现的？这一切还得从1990年开始说起。1990年，23岁的高大明通过书信认识了一个叫吴小芬的四川笔友，两人在书信里互诉衷肠，很快就确定了关系。吴小芬更是不远万里来到江苏，和高大明住在了一起。没过多久，高大明发现吴小芬怀孕了，他一脸兴奋地在村里摆酒庆祝，举办了婚礼。6个月后，吴小芬思念老家，想回一趟家。高大明当即卖了家里的猪，凑足了几百元钱，带着吴小芬去了四川。谁成想刚到四川，吴小芬的父母就找高大明要钱。原来吴小芬家要盖新房，想让高大明拿2000块资助。高大明身上没有这么多钱，一时间拿不出来。吴小芬和父母对他的态度顿时发生了改变。不仅如此，高大明还发现吴小芬竟然和村里另外一个男青年打得火热。怒不可遏的高大明找到吴小芬讨要说法，吴小芬却表示她不仅要和对方结婚，还要打掉肚子里的孩子。一气之下，高大明挥舞手中的匕首，狠狠刺进了吴小芬的脖子。而这一幕刚好被一个路过的老太太看到，杀红眼的高大明一不做二不休，将无辜的老太太也残忍杀害。连杀2人后，他逃离四川，改名换姓，以杨顺才的名义生活，并意外结识了李英，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正是因为李英被家暴后去派出所报警，警方对杨顺才展开调查时，才发现了不对劲。经过仔细比对，民警发现杨顺才竟然和逃犯高大明非常相似，将其带回派出所后，确定他就是高大明。一桩尘封了16年的悬案意外被侦破，而李英直到这时才得知丈夫的真实身份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陈峰故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